这里强调的是与自然和谐相处，讲究可持续发展。阿伟他们种田不用化肥农药，全部采用有机种植方式，虽然产量不如大陆的高，但质量特别好，市场价格也高。台湾农业注重品质而非数量，这与大陆的大规模机械化种植形成鲜明对比。台湾的农产品加工业也很发达，一个普通的水果，经过加工可以变成果干、果酱、果汁等多种产品，大大提高了附加值。小雨和阿伟的故事还在继续。婚后第3年，小雨的父母终于来台湾看女儿。当他们看到女儿和女婿经营的农场以及他们舒适的生活环境后，终于放下了心中的芥蒂。你们这哪是什么农民啊，分明就是农业企业家嘛！小雨爸爸惊叹道：“确实，现代台湾农民早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，而是掌握现代农业技术、懂经营会管理的新型职业者。”阿伟妈妈也彻底接纳了这个大陆媳妇儿，两人一起下厨。阿伟妈妈教小雨做台湾特色美食，小雨则教婆婆做浙江菜，婆媳关系和谐融洽，让周围的人都羡慕不已。现在我们农场的产品供不应求，小雨自豪地说，我们的高山茶大陆客户订单排到半年后了，我们还在农场开设了农业体验区，每年吸引不少大陆游客前来体验台湾农耕文化。小雨和阿伟的故事打破了多少人对台湾农业的刻板印象。台湾的农业发展水平确实领先大陆很多年，尤其是在农产品精深加工、品牌营销和休闲农业方面，台湾农民的收入和社会地位都不低，完全不是大陆人想象中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贫苦形象。大陆的农业体量大，但精细化程度还有提升空间。小雨分析道，而台湾因为土地面积小，只能走精耕细作的路线，结果反而培养出了精品农业的优势。我觉得两岸在农业领域其实可以优势互补。大陆有广阔的市场和丰富的资源，台湾有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，两者结合起来潜力巨大。小雨在台湾的生活也让他重新思考了什么才是真正的幸福。原来幸福不一定是大城市的高薪工作和豪华公寓，也可以是乡村的宁静生活和与自然的和谐相处。有时候我在想，如果当初我听了父母的话，选择留在大陆，嫁给一个所谓条件优越的城市男生，我现在会过着怎样的生活？小雨若有所思地说，可能是挤地铁上下班，为房贷车贷发愁，为孩子教育焦虑。而现在，我每天呼吸着新鲜空气，吃着自己种的有机蔬果，工作也很有成就感。这样的生活其实挺好的。婚后第5年，小雨和阿伟的农场已经小有名气，不仅在台湾本地，在大陆的知名度也逐渐提高。他们的高山茶和水果礼盒成为了两岸商务人士互赠的高档礼品。小雨利用自己在大陆积累的人脉和新媒体运营经验，开设了自己的社交媒体账号，分享台湾农村生活和农产品知识。没想到这个账号迅速吸引了上百万粉丝，很多人被台湾农业的先进理念和精致生活所吸引。我真没想到会有这么多人关注我。小雨笑着说，一开始只是随便拍拍我们农场的日常，没想到这么多大陆网友对台湾农业感兴趣。我发现很多人对台湾农村还停留在贫穷落后的印象中，这太不公平了。确实，台湾农业早已实现了现代化转型，比如台湾的农业合作社制度非常成熟，小农户可以通过合作社实现规模化经营。台湾的农业保险体系完善，农民有很好的保障。台湾还大力发展6级产业，就是把农业生产、加工、服务融为一体，大大提高了农业附加值。我们这个小农场年收入都超过100万新台币了。阿伟自豪地说，前阵子还被评为台湾100大青年农场主呢。我们不仅种植传统农作物，还开发了农业旅游项目，搞农产品深加工，线上线下销售渠道都很畅通。大陆的农业虽然规模庞大，但在精细化程度、品牌建设、产业链整合方面还有很大提升空间。台湾农业的经验对大陆正在推进的乡村振兴战略其实很有借鉴意义。我们大陆的农业也在进步啊。小雨父亲在一次视频通话中说，
现在国家大力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，鼓励返乡创业，提倡绿色有机种植，只是起步晚一些，但发展速度很快。小雨父母的态度变化，其实也反映了两岸民众相互了解程度的加深。随着交流的增多，原有的偏见和误解正在逐渐消除。婚后第6年，小雨和阿伟迎来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，一个可爱的小女孩。妈，你们什么时候过来看外孙女啊？小雨在视频电话中问道。等忙完这阵子就来。小雨妈妈迫不及待地说，我已经买好了机票，下个月就过去。小雨的父母已经完全接受了女儿的选择，甚至有点羡慕她现在的生活。小雨妈妈经常在朋友圈里分享女儿发来的照片，蓝天白云下的茶园，果实累累的果树，干净整洁的农舍，笑容灿烂的女儿和女婿。这些照片引来了亲友们的无数羡慕。你女儿真有眼光啊！小雨妈妈的闺蜜感叹道，当初我们都以为台湾农村很落后，现在看来是我们孤陋寡闻了。人家台湾的农业发展的这么好，农民生活的这么滋润，哪像我们这边，农村都是留守老人。小雨妈妈心里美滋滋的，虽然她不会说，但她为女儿的选择感到骄傲。女儿没有随波逐流，而是勇敢地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，这种勇气和远见值得尊敬。阿伟家人对小雨的态度也从最初的怀疑变成了全然的信任和喜爱。阿伟妈妈常常向邻居夸赞自己的大陆媳妇，我家媳妇特别能干，把我们家农场管理得井井有条，还帮着开拓大陆市场。现在我们家的日子比以前好过多了。小雨和阿伟的生活中也不是没有挑战和困难，台风季节时农作物可能受损，市场行情不好时收入会减少，两地往来的手续有时也很繁琐，但这些都不足以动摇他们对自己选择的坚定。其实我特别喜欢现在的生活节奏。小雨对我说，在大陆时我总是忙忙碌碌，生活被工作填满，没时间思考自己真正想要什么。来到台湾后，生活节奏慢下来了，我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，照顾自己，思考人生。台湾的农村生活也让小雨有了更多机会接触传统文化。阿伟家保留了很多传统习俗，每年的节日都会有特别的仪式和美食。台湾人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，让小雨感到惊讶和感动。我在台湾才真正体会到中华文化的魅力。小雨感慨道，这里保留了很多大陆已经失传的传统习俗和手工艺，比如我们这里的妈祖信仰，每年的妈祖出巡，整个村子都会参与，非常热闹。还有传统的制茶技艺、竹编工艺，都有专人传承。婚后第7年，小雨和阿伟决定扩大农场规模，他们租了附近的几块地，开始尝试新的农作物品种。小雨还开设了农产品加工房，开发各种加工食品，进一步提高农产品附加值。我们现在不只是种茶叶和水果了，阿伟兴奋地说，我们开始做农产品深加工，比如水果干、果酱、茶叶、精制品等。小雨找了几个设计师朋友，给我们设计了精美的包装，现在这些产品都成了伴手礼的热门选择。小雨补充道，是啊，台湾的农业发展理念真的很先进，强调一产接二连三，就是把农业生产、加工服务业结合起来，形成完整的产业链。我们不只卖原材料，更要卖品牌、卖文化、卖体验。这种发展理念与大陆正在推进的123产业融合发展不谋而合。大陆的乡村振兴战略也在朝着类似的方向努力，只是起步较晚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小雨和阿伟的故事在网络上引起了广泛关注，很多大陆年轻人被他们的生活方式所吸引，纷纷前来参观学习。我们每年都会接待不少大陆的参观团。小雨笑着说，有农业院校的学生，有返乡创业的年轻人，还有对台湾农业感兴趣的企业家，他们都希望了解台湾农业的发展经验，看看能否在大陆复制。阿伟则显得更为谦虚，其实大陆的农业基础雄厚，只是发展理念和方向有些不同。大陆适合规模化、机械化的农业模式，而台湾则适合精耕细作的精品农业，两者各有优势，可以互相借鉴。
小雨和阿伟的故事不仅是一段跨海峡的爱情，更是两种不同农业发展模式的碰撞与融合。通过他们的经历，我们可以看到台湾农业的先进之处，也能感受到两岸民众在相互了解中增进情感的可能性。丽姐，说实话，我当初做这个决定时也没想那么多。小雨对我坦言，我只是觉得阿伟这个人很踏实，对我很好，我们在一起很舒服。至于他是台湾人，是农民，这些身份标签反而是次要的。现在回过头看，我庆幸自己当初坚持了自己的选择。小雨和阿伟的故事还在继续，他们的女儿已经会跟着爸爸在田间跑来跑去，会用奶声奶气的声音教大陆来的客人说台湾腔的中文。他们的农场不断创新发展，成为当地的示范基地。他们的婚姻生活充满了甜蜜与幸福，成为众多年轻人羡慕的榜样。最让我感动的是，小雨说，阿伟妈妈现在把我当亲女儿看待。她说她很庆幸儿子找了个大陆媳妇儿，因为我们更懂得孝顺和尊重长辈。我爸妈也转变了态度，他们现在每年都要来台湾住上几个月，说是大陆城市太吵了，台湾乡下空气好。两边父母的态度转变，其实也反映了两岸民众在深入交流后的相互理解与包容。隔阂和偏见往往源于无知，而了解则是消除隔阂的最好方式。你知道吗，丽姐？小雨笑着对我说，我现在特别喜欢台湾人说话的方式，那种温柔又不失坚定的语气，让人感觉特别舒服。阿伟说，我现在说话都有台湾腔了，连我自己都没发现呢。语言的改变其实也是文化融合的体现。小雨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台湾文化的影响，而他也把大陆的文化元素带到了台湾的小村庄。我们家现在过年要包北方的饺子，也要吃台湾的年菜。我们家既过端午节，也庆祝中秋。我女儿既认识大陆的童话故事，也了解台湾的民间传说。小雨自豪地说，这种双重文化背景对孩子来说是很大的财富。婚后第10年，小雨和阿伟的农场已经成为当地的明星企业，不仅规模扩大了好几倍，还获得了多项农业创新奖项。他们开发的有机农产品加工技术得到了业界的广泛认可。丽姐，我想跟你分享一个好消息。小雨兴奋地说，我们刚刚获得了台湾10大青年农场主的称号，这在台湾农业界可是很高的荣誉呢。这个奖项不仅肯定了他们在农业生产上的成就，更认可了他们在促进两岸农业交流方面的贡献。小雨和阿伟经常组织两岸青年农民互访活动，促进技术交流和经验分享。其实，台湾和大陆在农业发展上各有优势。阿伟分析道，大陆有广阔的市场和丰富的资源，适合发展规模化农业，台湾则擅长精品农业和品牌建设，两岸可以优势互补，共同发展。小雨则补充说，是啊，我们不应该把目光局限在两岸，而是应该放眼全球。中华农业文化有几千年历史，有很多优秀的理念和技术值得传承和发扬。两岸携手，可以在世界农业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。这种开阔的视野和远大的抱负，让人感受到新一代农业从业者的责任感和使命感。农业不再是简单的种田务农，而是关乎粮食安全、生态环境、文化传承的重要产业。丽姐，我现在特别感谢当初父母的反对。小雨笑着说，正是因为他们的怀疑和不理解，逼着我和阿伟更加努力地证明自己。如果一开始就得到所有人的支持和认可，我们可能不会有这么大的动力去拼搏和奋斗。是啊，逆境往往是成长的催化剂。小雨和阿伟的故事不就是最好的证明吗？所以啊，各位听众朋友们，我对着屏幕总结道，爱情没有对错，只有适合不适合。小雨和阿伟的故事告诉我们，不要被表面的身份标签所束缚，也不要被世俗的眼光所左右。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人和生活方式，才是幸福的关键。至于台湾农村是不是穷乡僻壤，通过小雨和阿伟的故事，我想大家已经有了答案。台湾的农业发展水平很高，农民的收入和社会地位也不低。在追求物质生活的同时，
我们也不要忘记精神层面的满足。或许蓝天白云下的田园生活，才是很多人内心深处真正向往的。最后，我想说的是，两岸同胞本是一家人，血浓于水的亲情不会因为海峡的阻隔而淡化。希望像小雨和阿伟这样的两岸婚姻越来越多，成为连接两岸的情感纽带。也希望两岸在农业等领域的合作越来越紧密，实现优势互补，共同发展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我是丽姐，感谢大家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